各位朋友，今晚我想同你傾嘅係一個關乎重量嘅故仔，但係你放心，我唔會講到好沉重。之所以有呢個念頭，係因為喺今日呢個時代，我哋太習慣接收啲輕飄飄嘅嘢，嗰種感覺就好似你打開手機，資訊流好似瀑布咁衝落嚟，但一爭屏幕個腦就乜都冇，剩低熱鬧係人哋嘅，你乜都冇。所以我好想帶你去認識一個人，一個喺呢股洪流入面將自己活成一座燈塔嘅人。我講嘅呢個人，其實你好大可能聽過佢個名，但可能只係模模糊糊覺得熟口熟面，好似喺邊條新聞度瞥見過，又或者聽邊個隨口提起過呢個名，好少會出現喺嗰啲花邊新聞嘅頭條上面。佢上頭條嘅方法靠嘅從來都唔係爭議或者水文。喺今日呢個時代，如果你打開社交媒體見到嗰啲所謂嘅名人，好多時都係靠流量堆出嚟嘅明星，靠各種傳動嘅言論去搶你眼球，但佢唔係咁。如果你曾經喺某個清晨或者深夜無意中扭開過收音機，調去一個講時事講文化嘅頻道，如果你曾經揭開過一份報紙，跳過晒啲嘈雜嘅八卦，瞥見過一個談社會談人生嘅專欄，又或者你對中國嗰啲古老嘅經典譬如易經有少少好奇，好想知道佢同今日嘅生活到底有咩關係，咁你幾乎一定聽到過見到過，甚至喺心入面默默記住過嗰個名。呢個名代表嘅嘢好高調，但呢種高調唔係把聲大，亦都唔係姿態高，而係一種厚度，讀書讀出嚟嘅厚度，諗問題諗出嚟嘅厚度，仲有喺經歷過人生最深嘅幽谷之後，依然能夠保持清醒同通透嘅厚度。而最傳奇嘅地方在於呢個後來被無數人形容為博學通儒嘅人，喺佢20歲出頭，人生先啱啱展開嘅時候，就差啲被一場大病徹底摧毀。當時嘅醫生幾乎已經判咗佢死刑，話佢呢世人都唔使旨意再正常行路。換住一般人可能呢一生就只係剩低認命呢條路，但呢個人偏唔制。呢個就係我今晚最想同你傾嘅嘢。我唔係單純要帶你去認識一位離世嘅老人家，我更加想同你探討一個命題，一個被命運重重擊倒過嘅人，一個身體被困喺輪椅上嘅人，佢到底憑乜嘢可以成為一座燈塔？憑乜嘢可以令一座城市嘅人聽佢把聲，聽咗10幾年都聽唔厭，仲越聽越覺得有味道？憑乜嘢佢可以成為一代人心目中最有水準氣、最能夠將世事睇得通透嘅智慧老人？呢個古仔要由佢個名嘅由嚟講起。佢個名其實係一種借喻，借嘅係李白詩入面嘅意境，係一種要飛得更高更遠嘅精神。你睇，淨係呢個名就已經定下咗佢人生嘅底色，有古典嘅修養，但更重要嘅係骨子裏嗰股唔甘心平凡，一定要衝破一切正阻礙嘅精神。佢細個嗰陣其實係喺內地大嘅讀到小學4年班，後來因為家庭嘅原因先至去到香港。好多人都覺得香港嗰個年代出嚟嘅人都係同電影同生意打交道嘅，但佢嘅成長軌跡由一開始就帶住啲戲劇性，就講佢小學畢業嗰年啦，因為當時教育部門嘅一個行政失誤，佢竟然一路都冇收到任何中學嘅錄取通知。你諗下，一個10幾歲嘅細路，成績都唔差，突然之間就冇書讀。如果唔係佢屋企人覺得唔對路，主動去追查，四圍去打聽，可能呢個本來好有前途嘅細路就咁俾一個制度上嘅小疏忽耽誤咗。後尾先發現原來佢一早已經被派咗去一間好唔錯嘅學校，但封通知信就咁石沉大海。呢件事聽起嚟係咪有啲離譜？但你回頭睇佢成段人生就會發現呢單嘢簡直就係一個預兆，因為喺往後幾十年入面，佢不斷咁面對緊同樣嘅情況，制度有制度嘅死板，意外有意外嘅對人命運，有命運嘅不公。但每一次佢都冇俾呢啲嘢打低，佢靠住自己嘅清醒，靠住自己嘅硬氣，靠住自己嘅變通，硬係將行到絕嘅路又重新行翻出嚟。後尾佢考到大學，但嗰一年咁啱係呢間大學啱啱創校嘅第一年，佢大多數嘅同學都係按部就班咁讀上去嘅，但佢唔一樣，佢幾乎係跳過咗常規路徑直接考入去嘅。呢個細節好重要，因為佢反映出嚟嘅絕對唔只係讀書叻，而係一種好強烈嘅主動性。條路如果未鋪好，佢就自己諗辦法跨過好。呢種性格喺佢後嚟重返校園，甚至去鑽研嗰啲最灰燼嘅經典嘅時候，你都睇得
到。喺大學嗰陣，佢一開始讀嘅係理科，成績都好好，但後尾佢竟然成功轉咗去社會學系，而且說服佢嘅嗰位係主任，仲唔係一般人物，係香港當代一位好有名嘅學者，佢可以打破理學院學生唔可以轉去文學院嘅規定，呢件事本身就已經好有趣。學理科嘅邏輯，學社會學嘅視野，加埋佢後尾仲去讀過社工、關心人、幫助人呢幾樣嘢，是但攞一樣出嚟都唔算稀奇，但能夠將佢哋全部揉埋一齊放喺同一個人身上，就注定咗佢將來唔會被某一個固定嘅身份框死。佢行嘅永遠係一條跨界嘅靈活嘅最啱自己嘅路，然後命運嘅重扣就撲落嚟啦。喺1965年佢仲讀緊大學，跟住學校嘅遊學團去台灣交流，本嚟係好開心好有朝氣嘅一段旅程，後生有前途，仲可以出去見識下個世界。但係喺台灣期間，佢唔小心俾場大雨淋親，第二日就開始發高燒，病情發展得好快，最後確診為一種類似小兒麻痹症嘅病毒性感染。呢個病直接令到佢雙腿活動能力嚴重受損，從此以後都只可以靠輪椅代步。更殘酷嘅係當時嘅醫生判斷嘅，佢呢一世可能都冇辦法正常行路。你諗下呢件事發生喺一個20歲出頭、成績優異、滿懷理想去探索人生方向嘅大學生身上，打擊有幾大？嗰種痛唔單止係身體上嘅，更加係你對自己未來嘅成個想象，一夜之間全部都要推倒重來。我哋成日都好中意講堅強，話撐過河，但呢啲說話係因為我哋根本冇資格去真正體會嗰種絕望。佢花咗足足3年時間喺醫院同漫長嘅康復過程入面，重新學習點樣面對自己嘅身體，點樣適應輪椅上嘅生活，點樣重新建立翻每一個日常到不能再日常嘅自理能力。3年嘅努力，邊係一句勵志金句就可以概括得到。3年之後1968年佢翻到大學，重返校園已經好難，但更難嘅係你翻去之後先發現以前覺得理所當然嘅嘢而家全部做唔到。校園度度都係樓梯，輪椅出入好唔方便，而且佢讀嘅社工專業有好多需要做家庭探訪嘅實務工作，身體條件根本唔容許，所以到最後佢又再轉多次專業，今次佢轉咗去哲學系。呢個轉向表面睇係身體條件所逼，但換個角度諗，呢個其實係命運幫佢篩選出最應該行嘅路。哲學係乜嘢？就係一門研究根本問題嘅學問。人點樣理解痛苦？點樣理解命運？點樣理解自由同束縛？對一個親身經歷過身體被極限擠擠壓嘅人嚟講，再去讀呢啲嘢，嗰種投入程度，嗰種感悟，同嗰啲由書本到書本嘅同學係完全唔一樣嘅。佢後嚟以優異成績畢業，繼續深造，並且喺研究院完成埋嗰時課程。讀書期間，佢仲喺一啲名校做過歷史老師。呢段時間病好翻，生活睇落恢復正常，但已經唔係當初嗰條路。病運重新洗牌之後，佢慢慢建立咗另一條更新更直，亦都更啱佢嘅路。佢本來可能只係一個成績唔錯嘅大學生，但病後嘅佢開始變成一個真正被生活打磨過，對生命有切膚之痛嘅思考者。嗰種內在嘅厚度由嗰陣時開始就一直跟住佢。如果你以為佢呢世人從此就只能行讀書寫字呢條路線，咁你就太睇小佢。佢係香港第一個參加英聯邦傷殘人士運動會嘅運動員，佢曾經代表香港遠赴英國參賽，雖然最後輸咗俾實力強勁嘅對手，但嗰份勇氣同姿態已經贏咗。今日嘅人可能覺得傷殘人士參加體育比賽好正常，但你翻去上世紀70年代初嘅香港，當時嘅社會對傷殘人士嘅資源、公共空間嘅設計、整體嘅意識都遠遠未成熟。喺嗰個年代，一個坐輪椅嘅人唔單止要克服自己嘅身體，仲要克服成個社會環境帶嚟嘅唔方便同偏見，而且佢追求嘅唔係簡簡單單咁活着，而係走出去，行到國際賽場上面去。更犀利嘅係，佢後嚟仲考到咗自學執照。據講，佢亦都係香港第一個可以揸車嘅傷殘人士。佢自己話係去咗英國之後，見到當地嘅傷殘人士好多都可以自己揸車，所以翻嚟就計劃去考
呢句說話背後嘅意思好有力量。一個人嘅生活係點樣，唔單止取決於佢自己嘅身體，仲取決於社會願唔願意提供可能性。佢冇接受香港唔適合傷殘人士揸車呢種講法，而係用行動證明咗輪椅從來都唔係人生嘅天花板，身體有部分被限制住咗，咁就更加要將佢餘下嘅部分活到極致。會讀書、會教書、會比賽、會揸車，仲好中意旅行，走遍咗世界好多角落。呢個人根本就唔需要任何人可憐佢，佢一直都在做嘅就係主動咁去克服、去掌握、去擁抱呢個世界。講起佢嘅人生，唔可以不提佢嘅家庭。佢喺醫院治療期間認識咗一位物理治療師，兩個人日久生情，後尾就結咗婚。呢個古仔本身就已經好有畫面感，一個後生仔喺自己人生最低谷、最脆弱、最需要幫助嘅時候，遇住一位負責照顧自己嘅治療師，由醫患關係發展成終身伴侶。呢段感情仔細諗真係好似童話咁，因為喺現實入面要長期面對一個身體有殘疾嘅丈夫，對任何人嚟講都唔容易，但佢哋就係認定咗對方。結婚之後佢哋有咗個女，後尾又有咗個仔，兩個細路後尾都學有所成。佢真正令人敬佩嘅地方，唔係嗰啲高高在上嘅標準，而係佢喺重病之後，喺行動長期受限嘅情況之下，依然能夠組建一個完整嘅家庭，做一個好丈夫，做一個好至秋爺。佢活得係一個完完整整嘅人，而且佢嘅家庭本身就好有學習嘅氣場。佢嘅一位親人就係好有名嘅數學家，被尊稱為香港數學之父，但佢冇活喺家人嘅光環底下，佢用完全唔同嘅方向行出咗自己嘅路。碩士完成之後，佢做過好多同文化相關嘅工作，譬如做老師、做翻譯編書，甚至自己搞過雜誌。但後尾因為市場原因停刊咗，佢亦都開過出版社。佢嘅職業生涯聽起嚟唔係嗰種一帆風順嘅直線，而係好似好多文化人咁喺理想同現實之間嚟回折返。辦雜誌係理想，但現實可能撐唔住。最後佢專注出版，先維持住收入，再等下一個機會。佢可貴嘅地方在於佢從來冇因為呢啲現實嘅轉折就失去對知識、對社會嘅關心。後尾喺朋友嘅邀請之下，佢踏上咗電台之路，呢一步亦都正式進入咗大家最熟悉佢嘅階段。佢嘅電台節目一做就係10幾年，做時事評論最大嘅考驗唔係你夠唔夠膽講，而係你每日要有幾多閱讀量，有幾多判斷力，更重要嘅係你有冇嗰種營造氣氛嘅能力。你可唔可以將複雜嘅議題講到令人聽得明、聽得入耳？後尾佢亦都同其他一啲知名嘅文化人合作過清談節目。呢類節目受歡迎係因為主持唔係光把口識講就得，仲要講得有味道、有知識、有角度。如果唔係，就會令人覺得係喺度扮嘢。佢有個好大嘅優勢就係佢讀咗好多書，但身上完全冇嗰種書呆子或高高在上嘅氣質。你聽佢講嘢，佢覺得佢唔係喺度表演緊，而係將自己消化過嘅嘢，用一種特別平穩、冷靜，甚至帶住啲老派文人嘅風格，慢慢咁講俾你聽。除咗公共電台，佢亦都喺深夜電台主持過晚間時事評論，仲喺電視台主持過節目。對香港嘅觀眾嚟講，佢代表嘅係一種喺今日越嚟越少見嘅媒體人形象。佢唔靠煽動情緒，唔靠語出驚人，亦都唔靠尖銳嘅對立，佢靠嘅係閱歷學識同長期觀察累積落嚟嘅信任感。你可能未必次次都同意佢嘅觀點，但你會覺得呢個人講嘢有根有據，有佢自己內在嘅腳過，唔係隨口亂噏。如果你只係記得佢係個電台主持，咁又唔完整啦。佢咁多年嚟喺好幾份香港嘅報紙上面都開過專欄，寫專欄同做電台係兩種唔同嘅功夫。前者講究落筆嘅節奏觀點同文字嘅美感，後者講究臨場反應、口語表達同聲音嘅魅力。能夠將兩邊都做得好嘅人，說明佢個肚裝住嘅唔係一個簡單嘅媒體人嘅技能，而係一整套完整嘅世界觀。佢好明白點樣將呢套嘢轉化做大眾能夠接受嘅公共語言。佢仲曾經喺大學度擔任過兼職教授，開個課程都好有意思。佢唔係將中國傳統思想當成古董咁供奉，而係將儒家、道家、易經、歷史同現代嘅商業思維、日常生活、企業管理結合喺一齊。
換句話講，佢做嘅唔係研究，而係轉化將抽象嘅學問變成現代人真係用得住嘅思考工具。佢後尾亦都主持過一啲閱讀節目，嗰個節目嘅形式其實特別能夠反映佢後期嘅風格，唔需要長篇大論，短短1分鐘就可以帶出一本書嘅趣味同思想嘅厚度。真正厲害嘅人就係要能夠喺短時間之內將說話講得精準，講到佢最拿手嘅仲係對嗰部古老經典嘅解讀。好多人一聽到呢部經典，第一反應就係算命睇風水，係嗰種好玄嘅嘢，但佢唔一樣，佢同一般嘅師傅唔同，因為佢將呢部經典放翻去更大嘅思想馬勒入面去理解佢鑽研中西歷史，將佢同諸子百家嘅思想結層起嚟，所以佢唔係只抽1、2個卦象出嚟講，而係有整整一套中國思想史做底子。呢一點好關鍵，因為如果佢離開咗歷史辯證同人生嘅土壤，好容易就會變成一種故作玄虛嘅包裝。但喺佢手上，佢變成咗一種觀察變化、辨識趨勢、反思人生嘅方法。佢仲出過一本書，特點在於佢只寫呆瓜象同簡單嘅評語，將更多嘅空間留俾讀者自己去領會。呢種做法某程度上好符合佢本人嘅風格，唔睇你下結論，亦都唔將世界簡化成口號，而係將工具同法門擺喺你面前，等你自去悟。到咗晚年，佢仲喺度用新嘅媒體形式去分析社會現象，嗰種感覺好有時代感。一個成名多年嘅老牌文化人，冇停留喺舊時代嘅光榮入面，而係繼續用自己熟悉嘅學問去回應當下嘅公共議題。呢幾年佢嘅關注點亦都更多咁轉向咗養生，但佢講嘅養生唔係食乜嘢飲乜嘢咁簡單，而係從經典之中提煉出如何養生，如何揾到生活嘅節奏，如何守住內心嘅清明。佢嘅題材受歡迎，道理好簡單，因為現代人壓力大，節奏快，而佢能夠提供另一種層次嘅理解。原來養生唔止係保命，更加係電商，保住心，保住節奏，保住嗰份清醒，呢樣嘢比乜都重要。佢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家心目中嘅智慧老人，唔係因為佢老，而係因為佢真係好珍惜。佢將學問變成咗一種生活嘅智慧，佢唔會用生僻嘅術語嚟征服你，而係用自己一生經歷過病痛閱讀、觀察教學同媒體實踐之後沉澱落嚟嘅理解，同你慢慢講。世界會變，命運會反覆，他人總有困倦嘅時候，但你可唔可以用一種更大、更深、更強嘅眼光去睇呢一切？佢留低嘅著作好豐富，佢寫過關於生活智慧嘅系列書籍，淨係睇嗰啲書名，你已經可以感覺到佢晚年追求嘅已經唔係純粹嘅學術研究，而係想將嗰啲高深嘅嘢練成一般人都用得住嘅智慧。佢亦都出過幾本遊記，佢去過好多地方，呢樣亦都透露出一個事實。佢雖然紮根於中國文化，但佢絕對唔封閉，對世界始終保持住好奇心。佢之所以夠膽講，亦都恰恰係因為佢視野開闊，唔係死守傳統，而係將佢放到更廣闊嘅背景入面去比照。據講佢喺離世之前仲留低咗一部遺作，呢本書係佢留俾呢個世界最後嘅一份珍惜禮物。一個寫咗成世、講咗成世嘅人喺生命最後階段冇沉默冇撤退，而係繼續書寫，繼續整理自己對世間嘅理解。佢離世之後，文化界紛紛悼念，話呢座城市失去咗一位博學通儒、一位精通世事、能夠洞察人心嘅智者。總之佢嘅一生，我哋今日懷念佢，唔係因為一位81歲嘅老人走咗，而係因為一種人嘅樣本消失咗。嗰種樣本係相信閱讀有力量、思想有力量、修養有力量，並且真正能夠將呢啲力量活成日常生活嘅人。喺呢個越嚟越快、越嚟越嘈、越嚟越多人選擇用情緒代替思考嘅時代，佢留低嘅最大遺產可能唔係某一本書、某一個節目，而係提供咗一個示範。原來人係可以喺身體受限之下，依然保持精神上嘅極度自由。原來經歷過命運重創之後，唔一定只係剩低悲情，仲可以剩低通透。原來真正有智慧嘅人唔需要聲嘶力竭，佢只要安安靜靜咁講，你就會知道呢個人真係睇透咗好多嘢。佢走咗，但佢留低咗一種仍然值得我哋慢慢學、慢慢記、慢慢消化嘅智慧。願佢一路好走。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值得令你諗起嗰位你曾經欣賞過嘅朋友，歡迎你分享出去。如果你都希望喺呢個嘈雜嘅世界入面多一個好似咁樣
安靜思考嘅角落，就請你訂閱我嘅頻道，打開埋個小鈴鐺。我哋下期再見，多謝你嘅收聽，拜拜。